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鸦三语。距离11月3号美国大选的投票日呢，已经过去了26天。在这期间啊，不管是有投票权的美国公民，还是没有投票权的新移民，还有更大多数的外国人，我们呢都在一起关注着美国大选的情况。因为呢，这个结果或多或少的会对这个星球上生活的每一个人造成影响。当然了，我相信很多中国的朋友听到我这样的描述，可能觉得稍微有点不舒服。因为很多人会觉得美国嘛，它就是一个纸老虎，是敌人，它即将被中国全方面的超越，所以呢，无论他选出来什么样的总统，都无法改变他即将衰落的事实。这个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大陆朋友的态度。中国作为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市场规模最大，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在挑战美国老大地位的一个国家来说，他领导人的选举当然同样重要。这一点呢，我当然不能去质疑他。不过呢，像美国大选这样的事情啊，全世界的人呢都可以有参与进去的机会，尽管你自己手上没有选票，但是你可以合理的发声，通过你的声音去影响那些有选票的人。就算是影响不到呢，但你自己说一说，跟别人探讨一下，事情不憋在心里边，那整个人就舒服了，对吧？在中国呢，这就不一样了，因为中国的这个选举啊，它的结果是由极少数几个人来决定的。当决定做出以后，剩下的选举程序其实只是一种表演，一种宣传而已。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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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无论你发声或者是不发声，如果发出的声音有问题，而且还极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是抓进去。所以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啊，这就是空有一腔的热情，但却没有地方去安放。大概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吧，这1个月以来，中国人就是这个星球上除了美国公民以外最关心这次选举的一群人。中国人啊，就是没有参与政治的基础和权利，所以呢，只好把自己的政治热情很无奈的放到了美国这样另外一个国家的总统大选上。大选已经过去了26天，请大家允许我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在我们中文 YouTube 这个小圈子里边，应该说大部分的 YouTuber、大部分的播主都是在支持川普。那更多的原因就不用说了，那肯定是在美国生活的华人朋友，就是老百姓朋友们，每天都会看得见的黑命贵、打砸抢啊，这些失控的事情，都在实实在在的影响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拜登和他的民主党呢，为了黑人的选票去纵容这些行为，正因为这样呢，大家只有去投川普，因为没有更多的选择了。支持川普的人里边呢，当然还包括台湾的朋友，因为川普呢更加立场鲜明的在挺台湾，做出了很多肯定性的动作，消除了一些不确定性。还有香港的朋友呢，川普在一直旗帜鲜明地支持着香港的人权问题，比起那些在人民币面前就下跪的欧洲国家来说，那川普肯定是值得信赖的。所以香港的朋友毫无疑问的那是倒向川普的。再有一部分支持川普的人里边呢，那就是来自中国大陆不满意现在共产党领导的这一批朋友们。因为川普呢是这几十年来为数不多的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官员进行直接制裁的一个总统。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对吧？那就大可忽略掉贸易战对于中国老百姓切身的利益的影响，先支持，然后剩下的慢慢再说。当然还有极小一部分的中国大陆的朋友呢，他们呢并不讨厌共产党，仅仅就是觉得拜登太弱了。拜登那样一个谦谦君子，在这样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很难有带领美国走出一片天地的能力，就是觉得川普一定会胜选。加上呢，川普执政期间，他对于中国和中共的这些外交手段已经习惯了，就是说他的出招套路已经被掌握了。而且所有的这些措施呢，基本上都是叫得挺响，但其实它真正的伤害并不大。但对于拜登呢，却挺陌生。有了这2个原因的共同作用呢，他们就选择了川普。好，上边这些呢，大概就是中文圈子里边支持川普总统主要的人群画像。好，让我们再看一下拜登这边。在我了解了很多有选票人的想法以后呢，基本上可以总结出来几点。天生就支持民主党、支持拜登的呢，通常是以年轻人为主，因为年轻人嘛，对大麻合法化呀、堕胎呀、同性恋问题啊这些事情啊，在大多数上了年纪的华人看起来都可以被认为大逆不道的。好一点的呢，就觉得这是可有可无的、无所谓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在年轻人的心里边呢，这些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他们价值观的一个体现。还有一部分的人呢，基本上就可以说，只要他讨厌了川普，然后他就转向去支持了拜登。他们呢会觉得川普在疫情控制上边呢，的确做得不够好，造成的失业，还有经营不下去的这些餐馆啊、进出口贸易啊这些受影响的人，他们呢必然的就抛弃川普，转而去支持了拜登。我了解的更多的情况呢，是因为川普在疫情期间啊，因为对中国病毒这4个字的应用其实不是很恰当，这就给这些华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当然被
语言冲撞或者是直接性的歧视呢，那只是很极端的罕见的案例。更多的影响呢，其实是来自于自己内心的变化，因为突然就会自己感觉到曾经一团和气的同事啊，或者是老板啊、朋友啊，就不经意的言语之间，好像对你都会有一些芥蒂。这所有的原因呢，它只能归咎到现任的总统身上，因为是你在执政，这样呢就造成了很大的一批曾经是川普的支持者转而去支持了拜登。在 YouTube 上支持拜登的人里边呢，还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因为在贸易战期间啊，还有在香港的这个问题上边，在中国大陆的所有跟美国相关的新闻都是被染色以后的那种带着20%到30%的仇恨式宣传的那种论调，这就对他们产生了一个对川普本人的一种憎恨和厌恶。但凡是有一个能把你川普换掉的人选，那我们肯定必定的是支持那个人，所以呢，这些人呢也是支持拜登的。上边总结的不管是川普也好，拜登也好的支持者呢，都是来自于正常人类的思考方式。还有一类呢是小粉红，然后他们这一类人可就有意思了。不管是川建国还是拜振华，对于他们来说都无所谓，因为他们会认为美国的总统嘛，都是菜鸟，都是弱鸡，都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反正不论你是川建国还是拜振华，都是中国赢了。中国呢就是 win-win， 赢2次嘛。因为小粉红这类人嘛，他们不会去思考，也懒得去思考。他们呢，天生就是一个很好的奴隶坯子。无论他的统治者是谁，只要亮一亮手上的刀子，另一只手上拿的不管是面包也好，或者是一坨屎都好，他们呢都会毫不犹豫的把它吃下去，并且嘴角露出一个乖巧的笑容。就我而言呢，其实我跟小粉红的观点可能有一点相似，但是呢是本质上的不同。我是认为不管川普也好还是拜登也好，在美国法律框架下，他都不可能去选出来一个烂到家的总统。毕竟政治这个东西嘛，他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是吧？你当皇帝，你说什么大家都要服从你。一旦选出一个烂皇帝以后呢，整个国家都将随之覆灭。这在现代的文明国家里边呢，它是不存在的。这背后啊，千丝万缕的有看不见的利益，看不见的影子政府，以他们为主导，然后呢再裹挟着人民的民意，他们呢在共同主导着美国总统的选举结果。这样的力量呢，如果从科学角度去解释它呢，应该就是一种集体的智慧，也叫做涌现 emergence。这个力量呢，它根本就无所谓是拜登胜选还是川普胜选，因为在美国现有的这个法治框架下，这样的力量呢，可以去制约总统的言行，以及总统在执行他政令时候的效率。也就是说呢，在选前承诺的一些政治主张，等到当选以后要去执行它的时候，如果与背后的这股力量是相对立的，那就会发现困难重重。我认为呢，这也是顺应了生物进化的法则。对于中国来说呢，就像我在前边总结的一样，中国老百姓呢是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的。老百姓的民意上升到统治阶层的考量范围里边呢，它还停留在会不会造成大规模的死亡，会不会起义造反闹革命这样的还极其原始的初级阶段。除此之外呢，中国当然也有它的影子政府，当然也有它看不见的力量在里边。它跟美国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美国的影子政府和它背后的这股力量呢，它和美国是绑在一起的，它们是共生体。因为只有美国的存在和美国这个法律框架的存在，才能保障他们的利益，或者说呢，才能保障这个涌现出来的意识流的存活。正因为这个原因呢，我才会说，无论是拜登胜选还是川普胜选，我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根本就无所谓。中国的影子政府或者是背后的这股力量呢，它和中国这个国家是没有共生关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比如说中国和美国啊是两个农场，美国呢是心无旁骛的在专心经营这个农场，因为这个农场呢是他自己的土地，他呢很在意这个韭菜叶子绿不绿呀，有没有害虫啊，因为这些细节决定了韭菜的粗壮程度以及收获以后的价值。在这个农场里边呀，每一次割韭菜，它都留下1寸，等你再长起来以后再慢慢割。中国这个农场啊，它情况就不太一样，因为农场这块土地是有一天路过的时候，看看里边没人，于是就住了下来，不知道什么时候真正的主人就会回来把自己给弄走，所以呢，随便播点种，任其自行生长。里边这些韭菜呢，你们长得粗也好，长得细也好，只要能卖钱，那就不亏，并且呢，割韭菜的时候是一刀到底，就别说留1寸了，甚至呢是连根拔起，把根呢也当成一个产品便宜卖掉吧。因为反正不知道农场真正的主人什么时候会回来，争取利益最大化嘛。我打的这个比方啊，它就是在说 emergence 作为一个涌现出来的咱们的群体智慧，这一个虚无的群体智慧呢，如果把它实体化、实像化以后，大家呢就能在这个农场的故事里边找到自己，并不是特指农场主就一定是共产党，就是统治阶层。这个农场主的行为啊，其实包括了我们每一个人。
好的，本期节目咱们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一起交流，一起探讨。我们下期再见 ，peace。